嗨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玉华。今天早上呢，我起得特别早，5点多就起来了。先称一下体重，今天是58公斤，比5天前少了0.5公斤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称完体重呢，我会去洗漱，洗漱完了我就开始喝水了。我会准备2个杯子，因为我喜欢喝热水。我有一个烧水壶和一个保温壶，这2个壶呢都能装1.7升的热水。我会先把我的保温壶拿过来，因为通常呢，我的保温壶会留有昨天剩下的半壶或者是大半壶水。那经过一晚上呢，这一壶水基本上已经变成温热的水了，比较好入口。所以早上起来我就会先喝上2大杯温开水。这样2个杯子轮流用，直到我把这剩下的半壶水喝完之后呢，我会烧1壶开水，然后我会用这个新烧的开水呢，冲1杯黑咖啡。因为我早上起得太早了，那个咖啡机的声音又特别的大，所以呢，我用的是这种速溶的黑咖啡。这个牌子的速溶黑咖啡口感还是挺不错的，它喝起来很香，有一点微微的苦味，但是不会很酸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喝黑咖啡的人呢，就可以试一下这个黑咖啡，入口的口感还是挺不错的。喝完黑咖啡之后呢，我会在同样的这个杯子里再加满热水。这个时候呢，另外一个杯子里的热水已经凉了，于是我就这样2杯轮流着喝。同时呢，在电脑前工作，然后等到早饭之前呢，基本上就把这1壶水慢慢就喝完了。然后我会再烧1壶开水。这之后呢，就会慢慢的喝水了，包括下午也是，就是渴了才会喝，不渴就不喝。这样呢，就可以保证我一天至少能喝2到3升的水。喝水对我们减肥真的太重要了，促消化，促进我们新陈代谢，而且还帮助排便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喝水啊。然后大概9点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准备早饭了。然后呢，我来切这个黄瓜，然后还有洗一下这个小番茄。我会把它分成2盘，一盘今天吃，一盘明天吃。今天我打算做一个鸡蛋饼，把这个鸡蛋打到这个盆里。我会用到半颗洋葱，然后还有半个红椒，然后还有1片奶酪，这个奶酪我会最后放。下面就是加调料，然后所有东西搅拌一下。真的很像一个早上吃的披萨，有没有？下面来准备咖啡。我那个小胶囊的咖啡喝完了，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打算喝一个大胶囊的咖啡。这个我也买了单独的 espresso 的胶囊，它是这样的。这个胶囊呢是这样的，它是放水是放2格，然后是叫做 espresso intenso， 它是比较强的 espresso。我们就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放到2格，
然后等到它不闪就可以了。下面放杏仁奶。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牛奶热上来。这就是今天的早饭了，把咖啡拿过来。嗨，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2022年1月16号的早上10点，我该吃我的早饭了，刚刚准备好。我打算以后每次我称重日的时候呢，都拍一期跟我一起过一天的视频，因为我发现大家特别的喜欢，我自己也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观众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会把以前的视频片段放在这里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是一共1年半的时间，我已经减掉31公斤了，我还在继续加油，争取能够达到我的标准体重48公斤。但是我现在短期目标呢是55公斤，先达到55公斤，接下去再说。然后刚刚称过体重是58公斤，比5天前又少了0.5公斤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已经连续3个5天，也就是连续15天，体重一直在往下掉了。但是刚刚我发现我生理期来了，所以我猜接下去的半个月我的体重应该是不会再往下掉了，因为以往都是这个规律。但是我会尽量维持，让它不要往上涨太多。那下面就开始吃我的早饭啦。下面开吃了。那我现在追的剧，那个《雪中悍刀行》我看完了。最近我追的剧是《少年希尔顿》，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《生活大爆炸》。这个少年希尔顿呢，讲的就是《生活大爆炸》里面的那个希尔顿小时候的事情，特别有意思。我感觉比那个《生活大爆炸》还有意思，让你一集接一集停不下来的那种。那下面我就开始边看剧边吃东西了。好了，吃完了，我把鸡蛋都吃完了，番茄和黄瓜剩了一点点，然后中午再吃，咖啡也喝完了。那我现在去收拾厨房去了，我们中午再见。中午做一个特别简单的烤吐司，先把这个面包片放进来，烤一下。吐司烤好了以后，我打算放一点新鲜的奶酪，就是这一种。这个一杯只有53卡的热量。我们试一下。就这么小小的一杯，正好可以用到一个面包上面。然后把它厚厚的涂上一层，
然后把它磨平。新鲜奶酪应该还是蛮好吃的。这个三文鱼是烟熏三文鱼，就是它本身已经有咸度了，所以我就不放任何的调料了。再放一片。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吧，这些就应该够了，不然太咸了。下面我去做一个咖啡。今天中午我打算喝一个 Latte Macchiato， 就是 Dolce Gusto 他们自己出的这种。这个是牛奶，放5格水量就可以了。The sun is shining 24/7. 'Cause when we're together, it feels like we're in heaven. If it will get dark, you'll be my million stars. I know I can lean on you. Ooh, you catch me like a leaf falling from a tree. If I'll be a shooting star, you make a wish. No, I don't fake this kind of feeling, never felt so real. 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'cause you're my everything. I do, I wanna marry you. 'Cause when you're around, I know it's true.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s so good, baby. So good, so good. Every single day we spend apart, I wanna be with you. Baby, take my hand, hold it tight just like you do. Feels so good, so good. When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see your face, I'm becoming blind by your dazzling grace. What a beautiful feeling to be close to you. There's nothing else I wanna do. Ooh, and from the fields of flowers you chose to pick me. You're spreading sugar on my misery, and I don't fake this kind of feeling, never felt so real. 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'cause you're my everything. I do, I wanna marry you. 今天这顿午饭我觉得不太好吃，可能是烟熏三文鱼太咸了。我最近真的是吃不了太咸的东西。哎呀，吃完这顿午餐，我觉得特别的不满足，想吃点甜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椰枣拿出来了。这个椰枣特别的甜，但是它没有任何添加糖，就是这个枣本身的甜度。一个呢又只有29卡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我现在吃，来补偿一下我中午口味的缺失。来一个吧。好甜呀！我觉得吃完这个椰枣我就满足了。不错。我觉得减肥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你才会觉得满足，然后不会暴食。我每天的饭量就是那么一点儿，所以呢，我就尽量每顿让自己吃到自己爱吃的东西，但是要控制这个量，每顿饭不吃撑。我现在发现这个才是减肥的精髓，只要你能控制住自己，再好吃的东西都不会让你发胖。因为我最近啊，我也在小红书上研究那些瘦子怎么吃东西，我发现他们是什么都吃的，而且也吃很多高热量的东西，包括零食什么的。但是里面有一个美女，她就说，减肥切忌吃撑，每顿饭一定不要吃撑。如果你有一天吃撑了，那第二天就要轻断食，千万不要连续2天吃撑。如果你连续2天吃撑，那肯定长秤3斤是跑不了的。我觉得她说的特别有道理啊。而且我以前以为瘦子就是天生那么瘦的，其实人家就是饭量小，而且每顿饭控制，他吃多了就难受，他不愿意吃多。不像我们胖子，我们胖子是吃什么好吃的就吃到撑为止，也从来不控制自己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发胖的根源。大家看那些明星那么瘦啊，没有一个是能吃饱的，都是控制自己的饮食。
所以他们才能那么瘦。我们普通人不用那么瘦，但是呢，至少要控制住自己，尤其是面对美食，尝一尝就可以了，浅尝辄止。不信大家就试一试，过年你吃好吃的时候，肯定就是前几口是最好吃的，你吃到中间靠后的时候就已经吃麻木了，就品尝不出来那个食物特别好的味道了。所以吃好前几口，再搭配上其他的蔬菜一起吃，吃到不饿就可以了，保证你吃不胖。而且大家要每天称体重，因为只要每天掌握好自己的体重，你就不会让体重毫无限制的发展下去。只要有一天长了，那你第二天稍微注意点，控制一下饮食，体重就回去了。千万别长时间的逃避称体重。如果长时间逃避称体重，非常容易就是体重一下子大幅度的就涨上去了。我以前胖的时候就是从来不称体重，逃避，还怕体重秤。其实你越怕越逃避越不行，你必须得面对它。等你摆正自己的心态，面对它的时候就可以了。那你就战胜了自己，至少你可以让自己从称体重的那一天开始，尽量不要让体重再往下任其发展下去了。我的枣终于吃完了，边跟大家聊边吃完了，很甜，但是吃完很满足，一个就够，剩下的我把它收起来。我们晚上再见吧。今天晚餐我打算做一个烤豆腐，用的呢是这种日本的硬豆腐，然后另外呢我要素炒一份茄子和土豆。茄子我用2个小茄子，然后1根葱，还有1个小的土豆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呢，就是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喷一些油。我这个喷油壶真的很不给力呀！对，现在好了，刚才大概是堵了。这样吧，然后下面呢就是继续喷油。其实没有多少油，就是保证让它不要粘，喷一点就可以了。这样差不多了。然后再撒上调料，我用的就是还是我这个万能调料，做什么都放这个调料。然后再撒一点红椒粉，会好看一点。然后现在呢还要做一个酱汁，我先把这个豆腐放在一边儿。这个是我跟我老公学的，他说要先放一点蚝油，诶，好像多了，然后放1勺酱油，再放2勺醋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他还放了油和蒜，但是我没有放。我觉得光是这些就已经挺香的了，先尝一下。我发现啊，什么汤汁里面放点醋就会很好吃。尝一下。现在已经很好吃了。
做菜的时候，这个豆腐也可以放进去。我们烤蔬菜的时间吧，烤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开始。今天菜看起来相当好吃啊！这中午没吃好，晚上补回来。好了，我开吃了。晚饭吃完了，这个土豆和一点茄子我实在是吃不下了，因为那个豆腐有点太多了。下一次我要是买这种日本豆腐的话，我只做一半就可以了，不然的话今天的土豆肯定是不会剩下的，因为这个土豆真的很好吃。但是我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肯定是全部吃不完，所以我就只能有选择性的剩下了这个碳水。下一次少做一点。大家好，今天一天就这样过完了。今天晚餐呢，我剩下了很多这个土豆，茄子也剩下了一点儿，因为今天的这个豆腐啊实在是太大块了。但是呢，豆腐非常的好吃，我就把它全部都吃完了。然后芹菜汁儿剩了一点儿。我吃完这样子的一顿晚饭呢，一般9点多10点的时候才会感觉到有一点稍微的饥饿感。这样吃完就是对我来说刚刚好这个量。我以前减肥的时候，晚上犯过一个错误，就是晚上不吃饭，但是那样呢会适得其反，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啊，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饿，那种饿是前胸贴后背的那种饥饿，无法忍受的饥饿，然后就半夜起来找吃的，结果第2天就肯定会长秤。所以说，与其晚上不吃，还不如晚上适量的吃一些，少吃点碳水，然后吃到7、8成饱。这样呢，到睡觉前保持一点微微的饥饿感是最好的。所以说，减肥这个晚饭也非常重要。这也是我减肥这1年半以来悟出的一个小经验吧，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。那今天就这样了，现在呢，我就去厨房洗碗、洗锅、收拾残局。这也是我每天唯一的运动。我每天现在唯一的运动呢，就是做饭和收拾家。吃完饭呢，千万不能坐着，就一定要找点事儿干。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心情也特别好，这也是我的一点点小经验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